大家好，又到了虚幻引擎5.5教程的时间。今天我们来做如何让盔甲绑在MetaHuman 人物身上，然后呢让它动态自如。我们先播放一下今天做的动态。OK，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盔甲已经绑在了人物的身上。OK， 好，我们先存盘，然后呢重新打开一个虚幻引擎5.5的文件，然后呢，我把之前教程做的之前教程叫刚才是 Clock 3，那现在呢我们用 Clock 4 Open。那这是个 Clock 4啊。然后呢，先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呢，这个呢是之前我已经教会了大家如何把这个人物因为 MetaHuman 导入虚幻引擎5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人物和第三人称这个机器人它的骨骼稍微有一点不同啊。然后呢，我已经把它如何就是如何让它的骨骼是相同，然后呢来做出来。现在它的第三人称骨骼已经变成了这个 OK， 变成了这个样子啊，已经变成了 MetaHuman 的人物啊，人物已经转换了第三人称骨骼。然后这里 OK， 我们先把它最小化，然后呢在播放的时候呢，这个MetaHuman 的人物啊，当然我在这里做的没那么好。好，然后呢，我们忽略这个情况，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如何进行制作，把这个机器人这个盔甲搞上去。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盔甲，呢是在sketchfab.com 这个网站 ，OK， 直接 sketchfab.com 这个网站直接找5件的这个盔甲。已经绑骨的 OK， 然后呢这里点击下载，以后建议大家给这个做的人一点点零花吧，或者买杯咖啡。然后呢点击 download FBX 文件，就会在你的下载文件夹有个这样的压缩文档，把它解压 OK，解压以后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文件，它就有 source OK， 有的 FBX 文件也有它的文理文件好，我们现在呢先说如何导出这个人物。我们这个 BP third person 第三人称打开双击，然后呢它的身体我们先选了以后，点击这个文件夹，它右边这里是选了 mesh OK， 然后呢点击这里，这样的话在外面就能看到它的这个文件，对吧？这个文件，然后你可以鼠标右键save actions， 然后 export 导出，然后起个文件名或者是说先给它一个文件夹，像我起一个文件夹，然后呢给它改个名字叫做MetaHuman Body .fbx OK， 起个这样的 save 就行了。那我之前已经做了，那我就不存了这是它的身体，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蓝图。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它的脸 OK， 我们选的脸这个头，然后呢同样是点击这里 OK 这个文件夹，然后呢 OK 点击这里，然后呢在外面看这个文件也出来了，也是这样子传导出去 OK， 也是这样 action， 然后 export OK， 同样的进到你的文件夹里，然后呢给它一个名字叫head OK， 这是头，然后呢到另外一个就是给它的腿 OK， 它的腿也这样做 legs OK 其实就是裤子，然后点击这里，然后呢出到这里就有了，是吧？又是鼠标右键
set actions， 然后 export，OK，同样是这样制作。好，现在呢，这里的步骤我们完成了，我们就可以进入 Blender。像呢，这个呢，就是我 Blender 已经完成了的文件，我们先把它存盘，然后呢，重新打开一个新的 Blender 文件。这个 Blender 呢是 4.5， 我尽量用最新的版本给大家制作啊。Blender 是 4.5， 我们进入它的执行文件。好，然后呢，刚才点击 General， 然后 X 键把这个立方体删掉啊。我们第一步先把这个摄像头不要，灯不要，然后把这个名字给改一下，双击它这个名字改成 Matter， 哎呀 ，Matter Human，OK，改成 Matter Human 一个文件夹，然后再选这个新 Collection， 然后鼠标右键 New Collection， 然后第二个 Collection 这个 Collection 2呢，我们改成 ARMOR， 就是盔甲，然后呢选择 Matter Human， 把刚才我们导出的3个 FBX 文件啊，所以进入 File Import FBX， 然后导进去。我们在这选回 Matter Human 的文件夹啊，然后呢，这里就有3个，一个左手键，右手鼠标左键 ，OK， 这个是我导出的啊，导出做完了导出的，你不用管，就管这3个啊，然后呢 Import FBX， 那这个人物呢就都来了，就都在了 ，OK， 啊，连着骨架，然后跟着我们再选这个盔甲这个文件夹，然后呢我们导进也是 FBX 文件，因为刚才说我们那个盔甲的文件它是在哪儿呢？可以看到它是在这个5键 Plate， 那我们搜索Plate， OK 就能找到这个盔甲。我们搜索在下载文件夹 OK 找到，双击，然后呢选 Source， 再选这个 Import FBX， 那这个盔甲呢就是已经穿在了人物身上，对吧？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要把它绑定在人物身上，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 helmet 删除 ，OK？ 还有，大家可以看见这个 root 里面啊，每一个这个根目录里面都有这些。其实呢，我们只需要这一个啊，只需要它下面的 Play Mail Boots， 其他的都不需要。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把它回到就是关上以后，我们把这个 root 删，然后呢，剩下这些别动，然后 root 4删，好，然后剩下这个root 5也删，它里面剩下的东西别动，暂时别动。root 6也删掉以后呢，我们在左手虚键，右手鼠标左键把这些 OK 啊都删了，删除，然后还有这个 torso 也删除。这样的话，你就能看见这个机器人这里是不是巨大无比的这个不是这个盔甲巨大无比，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传选以后啊，传选以后，我们可以鼠标右键。对，我们传选以后，我们要把它变到这个中间，它的进行这个位置啊，把它的中心点变到这个位置。所以呢，鼠标右键找到 Set Origin to 3D Cursor 到中心原点啊，让它的中间到中心原点，然后我们用伸缩工具把它，因为这个人物其实在下面很小，刚才大家也看见，把它不断的缩小，让它符合人物身上。好，符合人物身上大小，这样看就差不多了啊。这样看差不多了，然后再小一点，就这样吧。这样，哎 ，OK， 好，这样就差不多了啊。符合了以后，然后呢，你还可以左右看有没有穿洞。哎。好，前后左右来看有没有穿洞。哎，
因为我的鼠标真的没那么好用。好，现在呢后面看可以了，是吧？我们把它移回中间啊，从后面看是没有穿洞，然后呢把它移回中间这里。好，其实我们也可以一键来看啊，按一键它就能摆到正面前。OK， 好，这里做完了以后，我们就该把它打入啊。还有一个啊，先说，像我们选这个 chest，OK， 如果你觉得它这个衣服不 match 人物的话啊，如果觉得衣服不 match 人物的话，那大家呢可以把其他几个隐藏 ，OK， 除了 chest。OK， 好，然后呢，来进行看看哪一个啊，看看要不要从哪里修。大家可以再选回这个衣服，这个衣服是不是还要大一点点会比较好一点呢？啊，我先把这个全选先。这个衣服可能还要大一点点，现在是有点小。我们把这个衣服重新全选，从虚键啊全选。然后呢，让它再大一丁点 ，OK， 然后用移动工具把它移下来，放近看了就知道了，稍微有点小做的。OK， 然后还可以再大一点点，再放下来一点。好，然后呢，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衣服有点那个不对啊，像我们现在只选这个衣服是吧？有一点点就是有点没那么对的话，你可以再进入Sculpt Mode，OK， 然后呢用这里的工具，这里是膨胀工具，这个呢是缩窄的工具啊，你可以把它给这个凹进去，这是凹进去。那膨胀工具呢就这样子。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盔甲就可以就是把人，就可以把这个膨胀或者缩小啊，把这个盔甲包住这个人 ，OK， 好吧？然后呢，我这里呢就尽量不再进行修改了，这个盔甲还可以再缩小一点点或者怎么的。那我现在呢就大概就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只需要盔甲。那我先把这些刚才说过还是把它隐藏了啊。然后呢，这个盔甲你还可以适当的再要不要缩小一点啊？我们用伸缩工具。OK， 伸缩工具缩小一点，然后呢，再用 Sculpt Mode， 然后再进行，用这个伸的，尽量包住这个手，这个呢用缩的 ，OK， 好，这里基本上就可以了啊。好，大概是这样子，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改了。好，跟着到给他绑在人物身上了，还是选这个胸的这个盔甲，然后进入修改器，然后呢，它原来有个 root 04，我们也把它删除，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添加什么呢？在 Edit 编辑的下的 Data Transfer， 然后呢，这个 OK， 这个滴管呢，我们选这个人物的身体人物的身体就是MNED，或者是说在这搜索，这个 MNED NRW Body LOD 0 ，OK，
然后在下面 vertex data 勾选，然后选 vertex groups， 然后呢 mapping 这里呢就选最近的点，然后呢跟着我们就可以 apply 了。apply 以后，当你打开这个 trace 在这里看，这个vertex group 已经导进去啊。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修改器啊，这里已经进去了，是吧？好，然后呢，跟着我们再加 deform armature 修改器。deformed 就是变形的骨架修改器。然后呢，在这里这个 object 呢，我们就要选根目录，也就是这个 body 里面这个根 ，OK， 我们选 root， 好，然后左手虚键，右手鼠标左键选这个 chest，OK， 然后把它左手虚加鼠标左键，然后把它移到根目录这里，然后当我们打开，就能看到它也复制了一个在这根目录以下 ，OK。好，跟着呢，我们选这个骨架，然后呢，进入 Pose Mode。OK， 我们在这里，当你我放大一点，动其中一个骨头的时候，我们用旋转工具，可以看到骨架的移动，衣服也跟着动了，对吧？那 Ctrl Z 回去 ，OK， 我们 Ctrl Z 回去，然后呢，回到 Object Mode， 现在就把这衣服绑定在人物身上。我们先选胸甲啊，然后左手虚键，右手鼠标左键，再转这个泵 ，OK， 跟着在这里就导出了 Export FBX，OK，Downloads，然后我们起个名字啊，刚才已经有一个了啊，叫Pretest PLATECHEST， 对吧？刚才我们已经有一个，因为在这个 MetaHuman 这里，我们有个文件夹 ，MetaHuman 这文件夹里面，刚才是不是有这个？现在这个呢就是导出的 ，OK， 我们给它一个2 FBX，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选择的物体 ，OK， 好，然后呢，这里呢就左手虚键，右手鼠标左键选 Armature 和 Mesh， 然后呢，在 Geometry 这里 ，OK。原来 smoothing 是选 normals only， 我们选 face 啊，就是面。然后 armature 这里呢，骨架这里我们把这个 add leaf bones 不选。然后呢 animation 这里呢也不勾选。然后呢 export FBX， 这样的话就会在我们的下载文件夹有一个叫这个 MetaHuman 里面又有了一个 OK， 又有了一个这个 Pretest 2.fbx OK，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回到虚幻引擎5啊，这个第三人称的蓝图里面啊，我们点回 First Person 第三人称蓝图 OK， 在这里呢，你可以建立一个新的 folder， 新的文件夹，起名 PLATEARMOR OK， 就是这个盔甲的名字啊。双击进入以后，我们拉入这个2的这个文件，就是刚刚在 Blender 导出的这个文件。在这里呢，要把这个骨架子给选哪个呢？选这个 SK Mannequin Skeleton， 并不是下面这个，是上面这个 OK， 然后 Import。好，在等它 import 的时候呢，如果想找到我的账户里虚幻引擎5这些属于
技术的综合教程，比赛技术要经常要看的啊。比赛技术综合教程，大家在 B 站、哔哩哔哩找御姐可以带你学 Blender， 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点甩合集72，然后把这个工具换成这样的，就会在这里就会下面有4页的教程文件夹，其中包括第1到第2页的以建模的 Blender 基础教程1、2、3讲，以及做游戏的虚幻引擎5的侯庙，以及蓝图以及正式教程都是虚幻引擎5的，也有给 3D 人物设计制造艺术 Marvelous Designer 的教程，也有给虚幻引擎5做场景的跟虚幻引擎5同一个母公司出来的 3D 软件专门做场景的 Twinmotion 新版旧版教程 OK， 然后也有这么多AI 人工智能网站如何建立你需要的人物、动物、动态场景的教程在这然后呢，还有参加 3D 比赛技术教程汇总在这儿，当然也有 MetaHuman 的教程 OK 这个呢，现在这个教程呢就会有可能就会归类在这个参加 3D 比赛技术教程汇总，也有可能在 MetaHuman 教程里面 OK。 然后从第2页后半段到第4页就是以 Blender 为主的各个分类的教程，与它无关的不是 Blender 的我都会把它给移除，然后也有布艺教程几何节点教程绑骨教程、光的教程、山川、冰川地形、海洋、海水教程、抽象教程、建筑教程、水和液体类、几何节点教程、花朵、水晶教程、外星蓝客、电商广告等等，还有常用修改器教程 OK。 好，我们现在呢应该也导完了，导完进去以后你看这个材质是不对的，所以我们鼠标右键 New Folder 不是这个 OK， 我们先把它删了。鼠标右键建立一个材质球，改成 MARMOR 打错了，这个是变小写了，应该是大写 OK ARMOR。 好，然后呢双击进入，这个时候先把它材质这里这个主节点选了，然后呢 To Size， 否则的话呢它这个衣服是半透明的，然后呢我们鼠标移到这儿我们先最小化，然后呢把之前的下载文件夹这个5件的这个盔甲，它不有个 textures 纹理嘛，我们把它整个文件夹拉进来 OK， 拉进来以后你就会看到这些文件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回到我们刚才建立的这个新的 ARMA 的文件这个材质球里面，鼠标移到这儿点击一下 Ctrl Space Ctrl 空格键，然后再在First Person 这里 OK 进入它的 Blueprints， 这里呢就有回到这个地方是吧？然后呢找到刚才我们导进的这个纹理文件夹，然后呢进入以后左手虚键右手鼠标左键把它拉进来，拉进来以后呢我们要连接它的点，怎么知道它是哪个连哪个呢？就是点击 Textures OK Textures Sample， 这里呢它有写着 Night Base Color， 连上 Base Color， 再去选这个 Night Metallic， 也就是说它是金属度的这个 OK， 然后呢这个呢 Normal， 那你就连上 Normal 的 OK， 然后这个呢 Roughness 就光泽度连到 Roughness 这里，然后呢存盘出去你可以直接出去了不用最小化了。然后呢我们可以进入它的 Skeletal Mesh 的文件，然后把它这里换回我们刚才重新建的这个材质，那这个盔甲的材质就已经做出来了 OK， 插出去了别忘了存。然后呢这个衣服怎么导进人物呢？我们回到它的蓝图里，进到 Blueprint， 然后这里呢 OK 我们会回到 Viewport， 我们选 Torso， 然后在这儿选这个衣服选这个骨架的衣服的骨架 OK， 好了，你可以看见它并不完全 match 这个人物的，对吧？怎么办呢？我们回到我们可以在 Construction 这里有个 Construction Script， 对吧？我们鼠标右键 Set
leader L-E-A-D-E-R leader component 我们选 mesh OK， 然后把这个连上这里，然后把这个 mesh 呢我们选了这条线啊，选了这条线以后它不发亮嘛，然后左手 ALT 的 L 键，右手鼠标左键把它搞断了，然后让它连新的这个，然后呢再把这个 torso 拉进来，这个就是盔甲的衣服，然后连到 target， 然后全排 compile， 然后 viewport， 你看这衣服就完全符合这个人物了 OK。 好，然后呢全排出去，当我们播放的时候，好，这个盔甲已经完全 match 了人物。好，如果你要把他的腿上的东西也这个盔甲也做进去的话，就同样这样来制作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课程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教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